女儿刚上幼儿园，婆婆就开始催二胎。小颖啊，你可不能让我们周家断后啊！等你生完二宝，我出力，你公公出钱，放心吧。她说的情真意切，我差点就信了她的鬼话。生女儿前，她也是这套说辞，结果呢？我前脚生完孩子，她后脚就装病住院。公公还打电话骂老公，没钱生什么孩子，别指望你妈伺候月子，月子之仇不共戴天，我可一点也没忘。本以为老公会跟我一条心，谁知他没2天就倒戈了，甚至为了逼我生二胎，使出这种下三滥的阴招。女儿5岁生日那天，我和老公周家康狠狠吵了一架。起因是老公和婆婆想再要个二胎，他俩还一起给女儿洗脑，让女儿来催我生。女儿许愿的时候，看着我讲：“妈妈，我今年生日愿望是明年能有个弟弟，你能帮我实现不？”我一听就来气，刚想跟女儿讲讲生二胎的弊端，周家康在旁边立马接话，说的那叫一个笃定。爸爸妈妈肯定帮你实现愿望。等女儿睡了，我跟周家康就吵开了。吵到最后，周家康冒出来一句：“王颖，你要是一直不答应生二胎，那咱俩就离婚。”我一下愣住了，可紧接着毫不犹豫就怼回去：“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孬种。”我应下离婚后，周家康反倒一脸惊愕地瞅着我。王颖，你是不是犯傻？就为这点事儿，真要离啊？我都被他气乐了。提离婚的是他，这会儿反过来质问我的还是他。我反问他，这真是小事，生二胎，你和你妈说得轻巧。先不说咱家这经济条件，光养女儿都紧巴巴的，哪还养得起二胎？就说二胎生下来，是你辞职带，还是像以前一样让我辞职带？我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，能出去上班了，再生个二胎，又得耽误我好几年。周家康，你趁早别想。周家康揉了揉眉心，不耐烦地回我：“我妈说了，生了二胎她肯定帮忙带。”我心里直冷笑，就他这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想当初生一胎的时候，婆婆宋艳霞也是这么应承的。结果呢，女儿一出生，婆婆连夜病倒了。记得没怀孕前，婆婆宋艳霞催着要一胎，话说的可好听了。她说：“小颖啊，你放心，孩子生了，你做完月子就去上班，我退休了，能帮你们带娃。”还说：“你公公现在还能挣钱，孩子生了，他出钱我出力，一点不影响你们生活质量，咱肯定说到做到。”那时我年轻，没领教过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婆婆，信了她的鬼话。我和周家康又没丁克的念头，结婚第2年就生了女儿团子，然后婆婆就来了个大变脸。她本来就有子宫肌瘤，10几年来都不去检查。我生完团子第2天，她跑去查了，还麻溜的在3天后安排做了手术。我出院坐月子，她在医院养病。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我妈走得早，我爸再婚又有了孩子，基本不管我。我哪能叫后妈来伺候月子呢？月子中心太贵，要好几万。我和周家康刚结婚买房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，所以整个月子都是周家康照顾我。他一边照顾我，还得时不时跑去医院看刚做完手术住院的宋艳霞。周家康就休了半个月假，他上班后，我月子里就得自己带团子，饿了就叫外卖。就这，宋艳霞还打电话给周家康，说他手术住院了，我都不打电话关心，没良心。我听了都觉得可笑。我出月子了，宋艳霞以养伤为由，把之前承诺照顾团子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，既不出钱也不出力。我的产假结束要上班了，她还说身体没养好。
周家康问他能不能来帮忙照顾团子，他就在电话里哭，边哭边骂：周家康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我刚做完手术没多久，医生再三叮嘱，半年内不能提重物，不能太操劳。你不但不回来照顾我，还让我照顾你们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结婚生孩子了，还不能自立，要我一个病人照顾你们，你是白眼狼啊！公公接过电话，接着骂：周家康，自己的老婆自己管，自己的孩子自己管，你们都27、28岁的人了，这点道理不懂。当初没生孩子的条件，为啥要生？现在还赖你妈头上，你妈欠你们的啊！周家康被爸妈骂得狗血淋头，不敢吭声，只能跟我商量，让我辞职在家带孩子。那时我俩没存款，工资也不高，他月薪7000，我6500，房贷3000，再加上孩子花销，根本请不起保姆。没办法，权衡之后，我只能辞职在家带孩子，一直熬到团子上幼儿园，我才重新出去工作。如今我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一切走上正轨，宋艳霞却又来催生二胎。她想得倒美，这也不是宋艳霞第一次催生二胎了。团子3岁那年，她就跑过来催，不过都被我怼回去拒绝了。那年周家康堂哥家生了二胎，孩子满月摆宴，我和周家康一块儿去了。宋艳霞就是在这场满月宴上找我催生的。她开口说：小颖，团子都3岁了，你俩也该考虑生二胎了吧？孩子还是得要2个，一个孩子多孤单呀。等团子再大些，别人家孩子都有弟弟妹妹，热热闹闹的，他肯定会羡慕。他又接着说，我们那时候没赶上好时候，二胎3胎政策没放开，不然我肯定生3个，也不至于周家康是独子。孩子嘛，带一个是带，带2个也是带，一晃就长大了。我压根不想理他，装作没听见，就当自己选择性耳聋了。他倒是说得轻巧，说2个孩子热闹，可那些我独自在家带孩子，连饭都顾不上吃的日子，到现在想起来，我心里还是直发怵。宋艳霞见我不搭理他，居然还生气了。他找来周家在场的几个长辈，一起给我施压，想给我做思想工作。那些周家的长辈跟他一样，不体谅别人的辛苦，劝我说：王颖，你婆婆说的没错，孩子多些，你以后老了也能多享享福。孩子也就是3岁前难带些，累个几年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有亲戚还说，再说你公公婆婆还年轻呢，他们能帮衬着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本来看在人多的份上，我都不想跟他们争辩了，可一听到亲戚说公公婆婆能帮忙，我就想起宋艳霞在我生孩子前后的所作所为，一下子火冒3丈。我直接火力全开的对宋艳霞和那些亲戚：我婆婆帮忙，帮什么忙？帮着说空话坑我吗？生团子前，我婆婆说的跟你们一样，说孩子我只管生，后续她和公公会帮着养。可结果呢？生团子前，我婆婆力气大得很，感觉能倒拔杨柳。团子出生第2天，她立马就病了，跑去医院做手术。做完手术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病得好像很严重的样子。从团子出生到现在，我公公婆婆不出钱也不出力，还质问我们没能力生养孩子干嘛要生。我生完孩子后，他们还净给我添堵，他们这前后不一的样子，表演的那叫一个明白。他现在还有脸来催生二胎？他凭什么来催生？你们还帮着他说话，管起别人家的闲事了。要是这么爱管闲事，你们先凑50万给我，让我有底气生二胎啊！被我这么一对，亲戚们和婆婆都不吭声了。
可回家后，周家康还怪我在他堂哥孩子的满月宴上没给他爸妈留面子。他对我说：“老婆，你这脾气太火爆了，能不能改改？当时那么多亲戚在场，你那样说我爸妈，他们得多没面子啊！你没看到我爸妈脸都黑了吗？”我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周家康，你要是会说些中听的话，就说几句，不会说就把嘴闭上。我都没怪你，那么多人面前，你都不帮我说话，你还好意思怪我不给你爸妈面子？你爸妈要是要点脸，就不会当着那么多人面催我们生二胎。他们都不顾脸面了，我还惯着他们做什么？难道要把自己气出乳腺增生不成？”我接着说：“而且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话？你爸妈在团子出生后没给我找过麻烦吗？”周家康听了，一时语塞，沉默了。他大概是想起了团子半岁时的事。那时我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在家带孩子。刚开始还能应付，虽然每天累得不行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好在周家康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帮忙带孩子做家务，我们一起累着也觉得挺开心的。我当时想着，日子是我们一家三口的，把日子过好总比一直抱怨强。直到团子半岁的时候，生了一场病，连着发烧好几天。周家康白天要上班，晚上没法来医院陪床。我一个人白天黑夜在医院连轴转，累得头晕眼花。我想着宋艳霞那时候养病也养得差不多了，就让周家康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来帮忙照顾几天。宋艳霞一开始满口答应，可人却一直没来。傍晚的时候，周家康又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口气骂了周家康好几分钟，一点不带停顿的。他气冲冲地说：“周家康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你知道你媳妇熬夜辛苦心疼她，难道你妈我熬夜就不辛苦？你媳妇年轻力壮能熬夜，可你想过你妈我多大年纪了吗？”他越说越生气，我都50多了，半年前才做完手术，医生都嘱咐我别太操劳，你倒好，上赶着让我去操劳，怎么不把你妈我累死你不甘心是吧？你也不想想，医院里全是病毒细菌，我这么大年纪在医院待着，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？周家康被骂得不敢吭声。宋艳霞骂完就把电话挂了。周家康一脸无奈地看着我，说：“老婆，算了吧，我照顾上半夜，你照顾下半夜。”我没说话，脑子里全是宋艳霞挂电话前电话那头传来的麻将声。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没办法，结婚后我第一次给我爸打电话求助，希望他能来帮几天忙。结果不出所料，我被我爸骂了一顿，他也没来。因为我爸一直不看好我和周家康的婚姻，在我和周家康还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爸就不太同意我们在一起。倒不是周家康不好，而是我爸想让我嫁给我后妈家一个没学历、没正经工作，还比我大10岁的亲戚，好给我后妈做个人情。我肯定不会答应啊！而且当时我和周家康感情很好，我们是自由恋爱。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才23岁，刚大学毕业不久。认识是因为我们都在玩同一款手游，在游戏里认识几个月后，他提议线下见一面。我们在同一个城市，离得不远，就见面了。见面之后，慢慢的就成了朋友。我喜欢上他，是在又过了几个月后，我突发急性阑尾炎，半夜疼的意识都模糊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给他打了电话，他半夜陪我去医院，还陪我做手术，一直照顾我到出院。所以下个月他跟我表白说喜欢我的时候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他情绪很稳定，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着来，我们很少吵架。于是在我们27岁那年，
顺利结了婚。我们这边没有彩礼的说法，房价也不是特别高，我们拿出存款，每人出了10几万，买了套小2手房，然后就结婚了。也正因为我没听我爸的话，没嫁给我后妈家那个亲戚，而是选择和周家康结婚，我爸基本连看我一眼的想法都没有了。我也接受了，毕竟有了后妈，很多时候亲爸也会变得不一样了。当时双方家长都对我们不管不顾，我还强忍着心酸跟周家康开玩笑说，挺公平的，你爸妈不愿意来，我爸也不愿意来。周家康心疼地抱着我说，老婆，你辛苦了，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团子病好后的第3个月，公公上班的时候摔了一跤，伤得挺严重，需要在医院动手术，还得有人日夜陪床照顾。这时候宋艳霞想起我来了，她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和她一起去医院轮流照顾公公。她理所当然地跟我说，小颖，你爸摔了，情况挺严重的，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我晚上又不能熬夜，晚上你就替我去照顾你爸，我帮你在家带团子睡觉。我当时就懵了，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，他打麻将都不愿意来看我一眼，现在他需要帮忙了，居然理直气壮的来叫我，他可真敢想啊！我直接拒绝，不去。然后我用几个月前他自己说过的话对了回去，医院里全是病毒细菌，万一我感染上什么病毒细菌怎么办？我还要照顾团子呢，反正我也指望不上你们帮忙。宋艳霞被我拒绝后破口大骂，王颖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那好歹也是你老公的爸爸，你作为晚辈本来就应该去照顾的。我听了之后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都这么不要脸了，我可不会由着他。我当场就跟他对骂起来，宋艳霞，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人影都不见，现在轮到你要人帮忙了，就来道德绑架我，让我去照顾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啥样，脸皮咋这么厚呢？还说我本来就该照顾，我照顾你个鬼，滚远点！骂完，我把他所有联系方式拉黑删除了。第2天，宋艳霞见我既没去医院帮他照顾公公，还拉黑了他，就在家族群里转发诸如儿媳妇不孝顺，落得被离婚下场，儿媳妇不愿意照顾公婆，最后下场凄惨这类奇葩文章。我也不惯着，跟他魔法对轰，转发了几条公婆不愿意帮儿媳妇带孩子，最后老死没人埋，因为婆婆欺负儿媳妇，被天打雷劈之类的内容，然后我退群了。最后还是宋艳霞把周家康叫过去照顾公公半个月，这事才算平息。经此一事，我基本不和宋艳霞往来了，除了他家亲戚办宴席，我跟着周家康去一下，逢年过节我都不去宋艳霞家，他要是来我们这儿，我看在周家康面子上不赶他走，但也不理他。可后来女儿慢慢长大了，也好带些了，周家康却选择性失忆，忘了他爸妈以前是怎么数落对待我们的，还在我这儿替他爸妈辩解。咱们生团子的时候，我妈确实刚好做手术，我爸也没让咱们出钱出力照顾他，这已经很不错了吧？他顿了顿，又说，再怎么说他们也是我父母，咱们做子女的总不能因为父母一点过错就一直揪着不放吧？而且这些事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老是跟我爸妈斤斤计较，有意思吗？我一听就来气，啐了一口，有意思，你放心，我计较到老到死。周家康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团子出生后，宋艳霞、公公还有我爸说的那些伤人的话。我说，我一个人带孩子带到崩溃，他们不闻不问，我连饭都吃不上，他们不来帮一把，孩子病了我照顾不过来，他们还对我破口大骂。
现在孩子大了，我好不容易轻松点，他们凭什么来催生二胎？凭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？周家康被我这几句话说得哑口无言，没再提这个话题。但宋艳霞第一次催生没成功，并没有死心，半年后又卷土重来，而且这次还做了充分准备。为了让我同意生二胎，宋艳霞能屈能伸，亲自上门就以前的事跟我道歉。她到我们家道完歉后，对我和周家康说：“阿康、小颖，当初你们生团子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因为生病，没办法来帮忙。但现在我身体养好了，能帮你们带孩子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搬过来帮你们带团子，你们安心上班，我给你们做饭、打扫卫生，接送团子上下学，你们也能轻松点。”看周家康的样子，像是要答应了。我抢在周家康开口前，直接拒绝了他，不需要。团子现在上下学的时间和我们上下班时间能对上，你身体本来就不太好，要是来了我们这儿，累出病来，到时候又怪到我们头上，我们可不敢麻烦你。宋艳霞被我这么一说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不太情愿的走了。她回去后也不知道背着我跟周家康说了些什么。没过几天，周家康就开始找我茬儿。他说我看不起他家里人，看不起他妈，连他妈主动过来帮忙带孩子都不让。他还不顾事实的质问我：“老婆，你以前不是盼着我妈能来帮忙带团子吗？现在我妈愿意来了，你却给她脸色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妈来了能给我们做饭、带孩子，我们俩都能轻松些，她来有什么不好？你能不能讲道理？”我懒得跟他掰扯这些歪理，直接回了一句：“这个家有你妈就没我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听我这么说，周家康才闭上了嘴。几个月后，我才弄明白，原本跟我站在同一战线的周家康，为什么突然被宋艳霞说服了。原来是宋艳霞跟他说，如果我们不生二胎，不生个儿子，以后他的养老就没人管了。宋艳霞还挺会说，拿我的例子给周家康洗脑。她说：“阿康，我跟你讲，你和你媳妇要是不生个儿子，等你老了，有你苦头吃。你看看你老丈人，你媳妇嫁出去后回娘家几次，看望过你老丈人几次，更别提给钱了。老话说得好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女孩子一旦嫁人，就成了别人家的人。团子以后嫁人了，自己家都顾不过来，还能顾得上你们？”宋艳霞接着说：“你老丈人还算聪明，在你媳妇妈妈去世后，赶紧又娶了老婆，生了儿子。要不然，指望你媳妇给他养老，估计到老死都没人知道。你也别嫌你老丈人对你媳妇不好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把你媳妇养大了，不是吗？你现在不催着你媳妇再生个儿子，以后你也会落得个老死没人管的下场。”宋艳霞说：“你媳妇现在就是太矫情了，还说什么没钱没精力生二胎。你爷爷那辈儿家里穷成什么样了，哪家不是生3、4个，甚至7、8个的都有？孩子们不也都好好长大了，也没见把人穷死累死。你媳妇天天喊累喊没钱，可团子不也都长到4岁多了吗？”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通后，总结道：“阿康，我是你亲妈，还能害你不成？我现在跟你说这些，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话呢？是因为宋艳霞发给周家康的这些消息被我看到了。那天我陪着团子在客厅写作业，周家康去洗澡了。他把手机随手放在客厅，一直响个不停。我就看了一眼，一打开就看到了宋艳霞说的这些话。我当时也是手欠，又往上翻了翻，发现宋艳霞之前发给周家康的话跟这些都差不多，
周家康最开始没怎么理他，就简单回了2句：既然1胎的时候你就不管我们，就别催我们生2胎了。可宋艳霞不停地发消息，一直说个没完，使劲儿给周家康洗脑。到最后，周家康回他的话变成了：我跟我媳妇说说。周家康洗完澡出来，看到我拿着他的手机在看，还跟我吵了一架。他说我乱翻他手机，监视他的生活，说夫妻俩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，简直快成笑话了。说实话，我也觉得挺可笑的。自从我跟他结婚，生下女儿后，我们俩就一起吃苦受累，累得不行的时候，他妈不帮忙；没钱的时候，他妈看都不看我们一眼。现在他妈什么实际行动都没有，就说了几句话，居然把他给成功洗脑了。那时候看着眼前这个渐渐陌生的周家康，我心里有点明白了，哪怕我们一起同甘共苦过，终究还是抵不过他妈妈的教唆。毕竟那是他的亲妈，血缘关系摆在那儿。所以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有了离婚的念头。可看着才4岁半的女儿，我一直狠不下心，没把离婚说出口。周家康对我和女儿其实一直都还算不错。女儿小的时候，他也没少吃苦受累。这几年，不管是女儿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儿，还是现在女儿的学习，他都没有落下过。但现在看着周家康那不耐烦的样子，我突然觉得我们过不下去了。他既然要听他妈的话，看不然我们的实际情况和能力，非要生2胎，还拿离婚威胁我，甚至跟他妈一起让女儿来催我生2胎，那不如赶紧离了算了。我不耽误他去自讨苦吃，他也别妨碍我刚过上的轻松日子。然而等我真的要和周家康离婚的时候，他却又反悔不想离了。他向我道歉：老婆，对不起，我当时就是一时气话。团子才5岁，要是我们真离婚了，最可怜的还是团子。你就当没听过我说离婚的话，好不好？见我不吭声，他又接着说：我以后再也不说离婚的事儿了，也不提生2胎的事儿了，行不？我想着只要他妈妈不来怂恿他生2胎，我们还是能好好过日子的，就接受了他的道歉。我们过了几天和和睦睦的日子，可没太平几天，我俩又吵起来了。原因是周家康既不想离婚，也不想放弃生2胎的念头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催我生2胎，甚至为了逼我生2胎，开始耍起了不入流的阴招。周家康看着我气得发红的眼眶，突然像是被什么重重敲醒，他攥紧拳头，声音发颤：小颖，我混蛋，我居然又被我妈牵着鼻子走，忘了当初咱们一起扛过的那些苦日子。他蹲下来握住我的手，掌心的温度带着久违的真诚。这次我一定和你站在一起，再也不会让他们欺负你和团子。那一刻，我看着他眼底的懊悔与坚定，积压许久的委屈化作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周家康轻轻将我拥入怀中，像哄团子那样拍着我的背：不哭了，以后都有我呢。第2天，周家康主动请了假，拉着我一起去拜访了我们刚结婚时帮过忙的一位律师朋友。律师事务所位于市中心写字楼的28层，落地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。律师详细分析了我们的情况，指出公婆虽然无权干涉生育自由，但在家庭关系中频繁制造矛盾，进行言语攻击，已经涉嫌侵犯人格尊严和家庭安宁权。周家康听得格外认真，握着笔的手悬在笔记本上方，不时低头记录，甚至拿出手机录下关键要点。那股认真劲儿让我想起刚恋爱时他研究游戏攻略的模样，一旦认定目标，就会全身心投入。
与此同时，宋艳霞还在家族群里发催生文章，诸如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，2个孩子才是完美家庭等链接不断刷屏。这次周家康直接在群里艾特所有人：妈，我和小颖的生育计划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，您要是真关心我们，就把当初答应帮忙带团子的承诺兑现了再说。消息发出后，群里瞬间安静，只有消息提示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过了半小时，宋艳霞终于按捺不住，在群里破口大骂，用词污秽不堪。但周家康不再像以前那样退缩，他逐条反驳母亲的歪理，从法律条款到现实困境，逻辑清晰的让那些帮腔的亲戚都哑口无言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周家康开始了细致入微的证据收集工作。他翻出了家里那个布满灰尘的旧手机，里面存着从团子出生到现在与公婆的所有通话录音，又登录早已不用的社交账号，将聊天记录一一截图存档，甚至托朋友在医院档案科查阅，翻出了当年宋艳霞的手术记录时间，赫然发现手术完全可以推迟到团子满月之后。他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存进文件夹，用不同颜色标注重点，还做了详细的时间轴，最后打印成册，装订的整整齐齐。这些都是以后谈判的底牌，他们休想再颠倒黑白。见软的不行，宋艳霞直接杀到我们家，防盗门被拍得震天响。一进门，他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，把茶几上的水果摔得满地都是。周家康，你这是要造反！不生儿子就是断我们周家的后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周家康立刻挡在我身前，语气冷静的可怕：妈，您要是再这么闹，就别怪我报警处理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宋艳霞，她抄起桌上的水杯就朝我扔过来。周家康眼疾手快地用胳膊挡住，滚烫的水在他手臂上烫出一片红痕，瞬间肿了起来。我心疼的要去拿烫伤药，却被他拦住。周家康看着母亲，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失望：从小到大，您只偏心姐姐，我在这个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您还要来破坏。今天您必须给小颖道歉，否则就别想踏进这个家门。宋艳霞愣住了，她大概没想到一向温顺的儿子会这样顶撞自己。她的胸脯剧烈起伏着，手指颤抖地指着周家康，最终冷哼一声转身离开，高跟鞋在楼道里敲出愤怒的声响。走之前还撂下狠话：你们等着，这是没完。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公公周国强亲自出马。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，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骚动。透过窗户，我看到西装革履的周国强站在公司门口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正对着围观的人群大声指责：王颖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嫁进周家这么多年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周围同事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窃窃私语像潮水般涌来。我攥紧拳头，正要下楼理论，周家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爸，您这是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赶到了，额头上还沁着汗珠，显然是一路狂奔而来。周家康走到我身边，掏出手机晃了晃：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如果您继续这样，我不介意把这些交给您的合作伙伴和公司领导。周国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没想到儿子会如此强硬。周家康继续说道，声音里带着多年的压抑：从小到大，您给我的只有指责和漠视，现在我自己的家庭，轮不到您来指手画脚。
这场对峙以周国强灰溜溜的离开告终，而周家康手臂上的烫伤还在隐隐作痛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伤口，他却笑着安慰我：“只要你和团子没事，这点伤算什么？”这场风波过后，周家康开始主动承担更多家务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，我都会被厨房里传来的香气唤醒。周家康系着印有卡通图案的围裙，哼着跑调的歌，煎蛋、烤面包、煮咖啡，动作虽然生疏，但无比认真。下班回家后，他顾不上休息，就坐在团子的小书桌旁辅导功课，遇到不会的数学题，还会偷偷用手机查资料，生怕在女儿面前露怯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他居然偷偷报了育儿课程。每个周末，他都会准时坐在电脑前听课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笔记。有一次我半夜醒来，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，推开门，看到他正对着一本育儿书籍皱眉思考，旁边放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。我想做个好爸爸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以前错过了太多，现在想补回来。3个月后的家族聚会上，暴风雨再次来临。这次公婆联合了家族里的7大姑8大姨，在饭桌上摆开了思想教育的阵势。酒过3巡，一位表姑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小颖啊，女人还是要以家庭为重，趁着年轻赶紧生个儿子。你看你婆婆多开明，都是为你们好。”周家康没等我开口，就举起手机播放起提前准备好的录音，熟悉的辱骂声、指责声在饭厅里回荡。宋艳霞当年在电话里的恶语相向，周国强冷漠的斥责，清晰的让人不寒而栗。满座哗然，亲戚们面面相觑，手中的筷子停在半空。周家康站起来，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，声音坚定而有力：“各位长辈，今天把话说明白。我和小颖生不生2胎，什么时候生，都是我们自己的事。如果谁再敢干涉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们尊重长辈，但不代表要无底线的忍受欺压。”说完，他拉着我和团子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昂首挺胸的离开了。经过这次事件，公婆终于收敛了许多，但周家康没有放松警惕，他开始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，主动申请了几个极具挑战性的项目。加班成了家常便饭，但他从不抱怨，反而越挫越勇。我也不甘示弱，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行业内的高级证书。每天晚上，我们会坐在书桌前，各自忙碌，累了就相视一笑，倒一杯热茶，分享当天的收获。1年后，周家康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得到晋升，工资翻了一番。我们用这笔钱重新装修了房子，将原本狭小昏暗的客厅改造成明亮通透的开放式空间，还专门给团子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儿童房。房间的墙壁上贴着他最喜欢的迪士尼公主贴纸，书架上摆满了绘本和玩具。看着女儿在新房间里开心的玩耍，咯咯的笑声充满整个屋子，我和周家康相视而笑。那些曾经的苦难都成了我们感情的试金石。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。正当我们的生活步入正轨时，姐姐周美娟因为过度依赖父母，婚姻出现了危机。她的丈夫无法忍受她事事都要娘家插手，提出了离婚。宋艳霞哭着打电话向周家康求助，电话那头传来她撕心裂肺的哭声：“阿康，你姐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你得帮帮她啊！”周家康握着手机，沉默了许久，平静地说：“妈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就像当初您和爸让我为自己的家庭负责一样。”这句话让宋艳霞彻底沉默了，
电话那头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提过生二胎的事，偶尔还会给团子买些小礼物。虽然我对他还是保持着礼貌的距离，但看到周家康慢慢释怀，我也感到欣慰。时光飞逝，团子顺利升入小学。在1年级的家长会上，老师特别表扬了他的独立和自信。看着女儿穿着整齐的校服，站在讲台上大方地分享学习心得，周家康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小颖，谢谢你一直坚持，是你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家不是靠血脉维系，而是靠爱和理解。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”周家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带领着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，事业蒸蒸日上。我在公司也担任了重要职位，参与了多个重大项目的策划与执行。闲暇时，我们会带着团子去旅行，漫步在三亚柔软的沙滩上，看夕阳把海水染成金色，攀登长城，感受历史的厚重，穿梭在西安的古城墙下，品尝地道的美食。在那些温暖的瞬间，团子会像小鸟一样欢快地奔跑，周家康则背着相机，捕捉我们每一个幸福的表情。我终于明白，只要夫妻同心，再难的困境都能迎刃而解。而曾经那些想要拆散我们的人，最终都成了我们幸福生活的见证者。